教你一个有效避免植物烂根的方法，早发现早治疗，将烂根扼杀在摇篮里。空桶装水，咱们进盆去浇水。看见哐哐冒泡了吧？等不冒泡的时候给它拿出来，沥干水分，底孔不流水了，咱们再进行第二次浸泡。第二次这个冒泡越多，证明盆土的排水性越好。间接的、大概的说明你花盆浇足水以后的含空气量，浇足水含空气量越多，这个根系长得越好。往往这个时候植物就不怎么怕浇水了，反而怕缺水或者是浇不透。第二次浸泡冒的泡泡很少，甚至不冒泡的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你浇足水以后，土壤可能含水量太高了，空气含量太少了。如果这个盆土10天半个月都不干的，咱们就要把表面的土往下拿一拿，增加盆土干湿循环的概率。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。如果你家植物又出现了大面积的焦尖、黑尖、植物不生长的这些情况，植物闷根烂根的概率就高很多了。咱们就得检查根系了，也是拿掉盆表面的土，看露出来的根系出现出水啦、缺黑呀，一碰就掉。严重的时候它还伴有异味，这时候咱们就要尽快的脱盆换新土，早发现早治疗，植物的成活率就高很多。我来动脑，你受益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水大烂根和积水烂根，你注意一定要区分水大和积水。那么像我这个小叶乐竹啊，我这俩是一个自来水喷头，我每天都得喷它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左右。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浇水，这个是水大。这是水大。那么水大的一个同时啊，这个花盆底部怎么样？不积水啊，你这么浇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。花怕什么？花不怕水大，花怕积水。同样的花，举个例子，这个就叫积水，看见了吗？这里边这个水就叫积水。哎，嘟，这就是积水啊。积水会出现什么啊？菌害，看见了吗？菌害啊，积水会出现菌害。看见了吗？这个是积水，而不是平时说我浇水，夸我给它大水去浇透了啊，水大了啊，水大烂根了，不是水大烂根，是你积水烂根。咱们再看这个苗啊，我灌营养液啊，咱们灌营养液滴灌法，这是营养液兑的水啊，咱们用滴灌法去培育苗。那这时候啊，这个花盆底部看见了吗？花盆底部啊，它泡在水里，这叫什么？对植物来说叫什么？那么叫做积水啊。这个水夸拿出来，它呱能排出去。那么这时候你浇大水，一般情况下植物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家花因为浇水浇死的唯一原因就是一个积水啊，就是一个积水。要么就是你配土太细了啊，水排不出来；要么你就整一个大盆养花啊，选土也不是很好，也不垫陶粒，也不做透水层。那么你把花拔出来以后啊，花盆底部这个土是非常湿的，新根扎不出来，种进去啥样，拔出来啥样。那么一般这种可能，那么就是说你盆土选的不行，积水了啊，导致你不敢浇水，积水是主要原因，而不是说你这土排水透气非常好的情况，哎，你给它浇透了，你也怕烂根，导致植物状态不行啊，最后是旱死了。咱们这么去区别，你到底是水大，还是说你花盆底部积水？土壤你花钱买了一个排水透气比较好的，是吧？花盆也是排水透气比较好的啊，那为什么你又不敢浇水呢？为什么你还是不敢浇水呢？啊，你只要土这个水能排出来，那么植物根系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就是你花养死了，不要赖水，赖水唯一能赖到的地方就是积水。你怎么不去赖？你去乱用肥料呢？啊，夸一个劲儿怼肥，复合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，一个不落，夸往里怼。你把花养死，别人给你找原因啊，水大了啊，都在这么说啊，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东西你是肥用多了啊，你自己去分辨啊，咱们点到为止，自己去分辨。植物烂根了，咱们怎么给它救啊？怎样操作这个成活率高一些？今天来个视频讲解一下啊。什么叫烂根啊？像这种深棕色的、发黑色的，是吧？这个根系啊、化水的、脱皮的，它都叫烂根。植物烂根以后，咱们救治的时候，首先要清理这个腐烂的根系。清理根系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不要用这种剪刀啊，因为有的剪刀它已经时间很长了啊，这个刀口很钝啊，剪都剪不断的这种。是吧？这个时候对侧根造成的挤压呀，或者对其他好的根系造成挤压，这个感染的概率比较大。咱们可以用手去扑噜啊，去扒拉，这个东北话叫扒拉啊，就是往下捋一捋，根系捋一捋，是吧？咱们用手啊稍微这么一捋，那么这个不好的根系它肯定会掉啊，因为根系腐烂以后它比较脆，一碰就折，一扒拉就掉的这种根系咱们都不要。咱们捋到什么程度？一般情况下咱们捋到这个中间有一点小白根露出来。是吧？或者这种粗一些的侧根露出来啊，这个不再有这个灰色呀、黑色呀、深棕色这种根系，那么咱们这个烂根就已经清理完成了。咱们清理完成以后啊，如果说你这根系腐烂的比较严重啊，这个根系整个化水了，没有什么太完整的一个好根了，那这时候
你可以去泡一个杀菌药。像我这种根系啊，中间它还是小白根儿，那么腐烂不严重的，那么这种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杀菌的啊。烂根以后换盆，咱们主要是以给它养活为主啊，所以说这时候咱们选盆尽量选择这个排水透气性好一些的啊，因为你之前植物养烂根的，很有可能是花盆底托积水。或者是土壤不行啊，我用的还是咱们这个中沙沙火土，咱们给它加底土啊。选盆的时候别选太大了啊，周边盆壁和这个你剩的这个土球的缝隙啊，大概也就是一两厘米左右啊。你太大了的话，这个后期浇水不爱干，周边给它塞土，咱们这个土啊，稍微给它摁实一些啊，就是摁实这个的。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摁到什么程度，那么咱们就沿着盆壁啊，沿着盆边给它往下摁一摁。你摁实了以后，是为了确保这个根系和土壤充分接触。你摁实上以后，咱们适当的拍拍土，这样它就松了啊，它就松了，这个土能下沉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办法，不至于说你摁的像这个盖房子的水泥一样啊，噔噔的浇水渗不下去。这时候咱们可以用一下以生根为主的东西啊，我一般都用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去让微生物刺激植物去长根啊，咱们撒在盆面微微扒拉土。那这时候如果说你有生根粉呐、生根液呀这些。能不能用？可以用啊。那咱们用生根粉、生根液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呢，就是说，激素类物质啊，咱们不要用太勤，不要用太浓啊，不然的话反而会抑制这个新根去向外生长。换完盆以后啊，给它浇透水，浇的底部哗哗的淌水那种啊，不止说一次了。像顶端那些枯萎的叶片，咱们给它摘一摘。这时候我也不是说太建议大家去用剪刀。如果说你剪刀比较钝不快的情况，你修剪完以后，本身这个植物的根系就不行啊，你修剪完以后，这个枝条没有抗性，它很容易产生黑杆，造成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感染。就你别太强迫症，你非得给它收拾干净利整的啊。那么大概的把这个枯叶给它摘一摘就可以了啊。缓苗可能15天以后，植物开始发新芽，开始发侧芽了。那么这时候，你手里边以氮磷钾为主的这些肥料啊，你水溶肥啊、复合肥啊、缓释肥啊，包括营养液呀、氮磷钾为主的这些肥料，咱们暂时先不要用啊。什么时候叶片展开了一对儿啊，这个枝条长出来了，新叶展开了一对儿，那么这时候你愿意给它补充点肥料，可以给它来点薄肥，千万不要着急用一些肥料。前期的缓苗养护时间，咱们就以这个生根为主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你用这一个就够用了啊！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